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Happyology 易经艺术塔罗，我是苏苏丽。最近夏天已经接近尾声了，秋天就要来临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测一下大家的9月、10月和11月的运势会有怎么样的发展。最近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星象呢，我提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第一个是9月8日，太阳跟木星呢形成三分相，太阳在处女，木星在金牛。这段时间大家可以趁机好好的注意健康还有事业这部分。另外呢，简单的美食还有简单的物品呢会越来越受到欢迎，例如说水煮的健康餐，或者是剪裁简单的服饰等等，会比较受到大家的青睐。再来呢，10月11号冥王星顺行摩羯座，这是它最后停留在摩羯座的时间了，再过几个月之后就要换座了，所以这几个月的能量会比较动荡，尤其是在金融方面的，还有官僚方面的，所以呢，年底会举行很多的选举，就和这个有关系。另外呢，11月4号土星也会顺行双鱼座，洪水泛滥的情形呢会稍微减缓。土星呢它顺行之后，对于双鱼座的约束力就会增加。再来是11月12号的火星对分天王星，那么火星在天蝎，天王星在金牛，这是一个金融暴涨暴跌的时期，要特别注意。另外呢，火星的力量蠢蠢欲动，所以呢有可能还有一些尚未扑灭的火苗，我是指野火，就是山林的里面可能会暗藏一些火苗，距离这个森林比较近的朋友要小心财务的损失。另外呢，可能会有大楼或者企业会遭受蓄意的纵火，造成股价的波动哦，这边也要小心一点。大约几个比较重点的星象我就讲到这边。那么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测验题目，想要占卜不管是感情事业或金钱方面的，年限多长或者是什么样的提问呢，都可以在下面多多留言，我会搜集大家的资讯来做一个统整回复大家。之前就有人留言说他想要测会不会复合，那么我就做了金星逆行这个题目，把当前发展的占星跟他想要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这样可以给我做题目的一些灵感。现在我们就开始来选牌，进入今天的重点。那么由左到右是1、2、3、4，请大家依从心中的直觉，聆听内心的想法。那么我也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来帮助大家选择。大家都选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测验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秋季运势是有怎么样的发展。那么首先大家的易经牌卡抽到的是烽火佳人，2张的提点卡抽到的是保护，以及你快要达到你的目标了。再来呢，9月、10月、11月的运势分别是权杖1、权杖8以及宝剑6。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易经的牌卡来看起。烽火佳人呢，它是属于呢整个家族呢都非常的团结。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蜡烛啊，大家举杯庆祝一派的祥和，也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这组牌的朋友呢会和家人团聚。9月、11月跟11月这3个月份当中都有非常多的机会是可以和家人团聚的。例如说9月有中秋节，那么烽火佳人呢，这个牌卡呢，上卦呢是巽卦，它代表的是炊烟啊、木头这一类的东西。下卦是离，它是火，火在木下烧得非常旺。这个聚餐就是明指了，就是大家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有非常大的机会呢，会烤肉。火在木下烧得非常的旺，
这张牌就是有一种广告所说的一家烤肉万家香的那样子的氛围在里面，它就描绘了这整幅非常和乐、庆祝这样子一个的气氛。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会被另外一组牌所吸引，因为你看那组牌是互为纵卦，但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抽到的是一个本卦是比较好的，烽火佳人，就是你们非常的和谐和乐。那么刚才讲到了9月份是中秋节，10月份呢有各种的长假，所以也会容易和家人团聚在一起。11月份是西方的感恩节，那么所以在9月、10月、11月都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和家人一起度过，这是第一组的最主要的卦象。2张提点，第一张是保护，可以想见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你的家族是比较昌盛的，是比较繁荣的，它可以庇应你，你在家族当中得到了保护，纵然外面雷打，纵然外面的环境不太好，可是这组牌的朋友，你的家庭给你在资源跟支持上面都不遗余力，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是受到很深的保护的。这张大树呢，就是家族往上繁衍、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那么很有可能呢，你这个家族在你的朋友之间呢，算是庇应你比较多的哦。再来看，你非常接近你的目标了，你快达成你的目标了。这个是接近满月的突月，不过突月呢，我们在中文当中是比较少说的，但是它就是要接近了满月。所以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呢，在快要满月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中秋节当天，可能是在之前呢，就会和家人聚在一起了。再来，这3个月份当中，9月、10月、11月的月份当中，9月29号的满月是在牡羊座，再来的满月是10月29号在金牛座，以及11月27号在双子座。之前如果有看我频道的朋友，你可以知道我之前在那个夏季运势的时候已经分析过，有一个金牛跟天蝎的轴线，还有牡羊跟天平的轴线哦。所以呢，这组的朋友呢，已经快要达到了这个它的一个180度的轴线当中呢，快要到达一个尾声了。也就是这组的朋友在之前酝酿的计划跟酝酿的一些企划，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快要收尾的时期。这组的朋友呢，可以在中秋节之前呢，就把计划给收尾，然后准备和家人一同庆祝。那么第二个成功的时期就是10月29号在金牛座的满月。如果有一些投资啊，还是有一些其他金钱计划的朋友啊，可以思考看看是不是已经快要达到你的获益的目标了。因为金牛跟天蝎的轴线呢，它是掌管了第8宫跟第2宫，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可以稍微在10月29号之前来看一下你的投资的进度是不是已经到达你理想的数字了，可以见好就收。因为到满月，因为满月之后就会再回到它的新月，它就会减少。这边可以看一下，尤其它是在金牛跟天蝎的轴线当中，尤其如果第一组的朋友你的星座是在火象星座的话，可以注意一下。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9月、10月、11月的运势。9月你抽到的是权杖1，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的行动力非常的足够，有一项新计划，频繁的和别人沟通，有一项新的创意正在酝酿，你现在在起头当中，甚至呢，你也会立定一个新的，不管是旅游还是求学的计划，转换工作。9月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可以想见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是比如说国中升高中的另外一个阶段，暑假结束了，开始新的学期。第二个是毕业了，完成了所有的求学阶段，然后进到下一个的阶段，以及有可能会转换工作。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明显的是在8月跟9月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完全的收起了之前7、8月暑假，不管是工作还是求学那种度假的心情，比较懒洋洋的心情，是一个非常好全力冲刺的开始，已经开始要往自己的目标前进了，一刻都没有耽搁。再来10月份呢，事情进展的非常快速，它是权杖8，
很有可能会出差旅游，接到了各式各样的新的消息。这段时期呢，所有的事情都进展得非常快速，忙到你呢一个人要当好几个人用，一下子要处理这个信件，一下子要处理各种事情，就像三头六臂一样，你要花很多精力去和别人沟通，去准备出差出国的事项。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多人会出差哦。最近呢，世界有各种的，比如说演唱会、商展啊、展览，以前在疫情当中没有办法举办的事情呢，现在纷纷的冒出头来，因为之前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在家里隔离或什么样的，所以就花了很多时间呢，花了很多金钱呢，拼命的想要把这些时间给挽回哦，这就是有点这个情况。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看烟火表演啊，或者是去海外度假，也很多人去参加国外的会议，这些都是在权杖八的管辖之下。再来进行到了宝剑六，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前面9月跟10月的感觉是非常的旺盛的，行动力真的是一级棒。但是到了宝剑六，似乎呢11月份秋天的尾巴，似乎有一些东西勾起你的回忆，你想要抛开，这个和前面这两个的感觉是相当不同的哦。有一部分的少部分的人呢，会举家搬迁到别的地方、别的县市、别的省份、别的国家，所以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呢，有可能会离开家乡去别的地方打拼，尤其权杖八加权杖六，这两张都是到异地，这个是短期的，这个是长期的，所以有可能在10月份的时候，你先去新的地方看一看环境怎么样，到了11月的时候，就真真正正的往异地迁徙而过去了，这个会让你的运势更加的好。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不要犹豫哦。虽然是有点感伤，宝剑六是一个你带着一个斩断过去的心情往新的地方去发展。由于呢，你已经达到你的目标了，所以这也很有可能就本来在你的规划当中，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要离家了，所以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和家人庆祝活动特别的多，大家举杯庆祝，不放过任何一刻相聚的时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事业、爱情、金钱以及心灵的成长之上有什么样的提点。首先你的事业是权杖国王，哇，这个在事业运当中非常非常的好哦。再来是抽到了宝剑国王，其实这个事业牌我本来都是只要抽一张而已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事业运势非常的旺盛的哦。再来我们看一下你的爱情运势是圣杯10，这张牌就讲述了这个家庭的和谐、家庭的快乐。可以想见第一组的朋友在秋天的家庭运势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是水瓶座的，木星在第4宫哦。再来你的金钱运势是宝剑9，你的心灵成长是宝剑1，这个人在脑中呢，他想了非常多的事情哦，还放射出了光芒，这个和权杖1有相符合的地方。首先呢，我们来讲事业，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事业运实在是太旺太棒了，这个是火象星座。等一下我们再总体来讲一下大家的星座有哪些。这个人举着火把，就像是权杖1握在手中，所以在9月份当中可以想见，这个是事业开展的非常的快速哦。权杖国王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敢于冒险的权威的象征，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可能升职，去带领别人成长，带领别人在工作上带领别人，或者甚至是创业。这边行动力十足，就像是猛狮般的一样的有威严，有自己的领地。也有可能你会受到这样子的人的帮助，除了受到这样子的人帮助之外呢，也有可能你在创业的时候会遇到非常非常好的合作伙伴。这个伙伴有可能是供应商，有可能是真的和你一起开公司的人哦，一起创业的人，一起加入一个组织团队的人哦。
总之这个在事业上是非常有冲劲的。另外呢，选择到第一组的朋友呢，你可能之前已经有经历过很多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等等，具有丰富的知识，有可能是在娱乐啊，或者是公关啊、商人啊、营销啊等等、传播等等的领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同时你又抽到了宝剑国王，这个非常的不得了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第一个，你可能有2个不同以上的项目正在进行当中，有可能呢，你某一个事业已经做得非常的稳定了，做得非常的好了，你心中在思考另外一个事业，要开启一个新的副业。另外，你所组织的人当中，一个非常的有行动力，一个非常善于发想，是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再来，有可能你自己本身就拥有这2种特质，你心中呢阅历广博，知道非常多的知识，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下去。这张权杖国王它是平视着整个沙漠，但是呢宝剑国王却是在山巅，你看看它和山平行哦，在山的高处往下看，所以呢他以大局为重，他看得很远，他的思想很深刻，知识非常广博，也有可能有点过于客观哦。那么宝剑国王呢是风象的，而权杖国王是火象的，这2个加起来是非常和谐，是6分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在事业当中，不仅正业副业都能够赚钱，另外一个伙伴也可以带给你实质的益处。行动力加上广博的知识跟广阔的视野，这组的朋友在事业当中，在秋季可以面临一个新的阶段，更可能是爬上一个新的巅峰。那么与此同时呢，感情到达了圣杯十，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所以你抽到了烽火佳人，可以想见在感情、爱情、家庭当中呢是非常的完满的。另外呢，这边通常呢画圣杯，不过这边画的是西藏的颂钵，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灵性上面的成长是很显著的，因为情感的和谐跟丰足，让你的心灵达到了一个开拓。那么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如果你已经成家了，你的小朋友的表现会非常好，他都不会让你操心。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分配工作是合作无间的，2个人成为了一个整体，可能会对外跟对内各司其职，或者是2个人都在工作的话，也能够把家事分配得非常完美。2个人之间心灵很有默契哦，已经像是不需要和对方在磨合，就可以让你的情感得到了很丰沛的益助。另外呢，情感选到这张牌，所以有可能有少部分的朋友会结婚，因为这张牌宝剑六也是一个和心爱的人和另外一半一起相接去别的地方，有可能这组牌的朋友可能会结婚之后就到异地去发展。感情抽到了圣杯十呢，是一个最好的发展之一。再来，金钱运抽到了宝剑九。之前呢，稍微有提到了金牛跟天蝎的这个轴线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金钱上要多注意，因为宝剑九呢是让你有点夜不成眠的一个发展。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有投资的话，你的投资运就会不如事业运，感觉上是有许多乌鸦在飞哦，有一只只剩下一只是白色的，你可能会想着呢，有一点懊悔，你可能会做出了一个比较错误的决策，所以让你半夜会左思右想，想着要怎么解决，反而在事业当中是比较好的。有些人呢，事业很好，可是金钱运呢，有时候不是在同时一起来的。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或许你在创业当中，所以你的金钱呢就要支出很多，你会左思右想。这张牌真的有点跑3点半的感觉，就是银行3点半。创业花费了你太多的金钱，所以呢，你会想着要怎么样能够把金钱做一个最好的安排，理财上就非常重要。
已经让你半夜都会想了。另外一个是有点像是可能在经济当中，世界的局势当中有黑天鹅的发生，这边飞了很多的黑乌鸦，所以也可以看成是说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相当大的机会是你之前有一笔投资，但它的股价或者是一些它的价值正在跌落当中，所以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呢，在金钱运上面呢要多加的小心留意哦。当你快要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第一个情况是你快要达到你事业的目标了，所以你就无暇顾及你之前所投资的事项，所以就会造成某种一定程度的损失哦。第二个是你的投资，如果你已经快要达到你的理想的数字呢，或许可以在你设定的数字在之前一点点先做一个处理，有时候形势的骤变哦，是你很难以预料的。另外一个，这个是离开的意思哦，所以有可能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会离开一个工作，中间当中呢，过渡期呢，你可能会一直担心你有些账单要付。再来是心灵成长，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在这个秋季会有很深的领悟哦。这个心灵成长是宝剑一，这个人呢，脑中有一个旋转的事项，他射出了光芒。但是呢，宝剑一他也说着是在心灵成长方面，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可能会稍微的更客观的去看待你身边所有的人事物。宝剑一它是有点距离的，它是一个知识学习的一个开始，它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那么这组牌的朋友不但事业有抽到了宝剑国王，心灵成长抽到了宝剑一，可想而知呢，你在经历了前面一段时期的热血之后，在秋季你会收获的是一个对于看待世间万物的一个客观的表象。在处理周遭的事物的时候呢，会稍微的把感情放一边，用更理性、用客观的态度去思考人在世界上所立足的一些思想哲理，会比较偏向理性，稍微的比较不带感情。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在秋季过后，尤其经历过宝剑六这个阶段之后，你可能会产生出了一个新的观念跟想法，是更为理性的。可能你的朋友会觉得你稍微有点不同，就是你以前可能会很热血的，例如一头热的请别人吃饭请客，可是到达了这个新的阶段呢，你可能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些界限，跟别人呢不可以这么的热络，所以呢会开始采用各付各的一个方式。又例如说，你之前呢在公司上呢会很喜欢跟别人交谈一些琐碎的事情啊、闲聊啊等等，可是后来你发现这个样子其实对你的形象并没有帮助，有可能呢你所阐述的这些事情会遭到了一些扭曲，所以你现在更可以呢把自己的情绪放到一旁。另外你在心灵的成长上面呢，你可能也会接触了新的知识来帮助你心灵成长，例如借用书籍、网络上的知识，以及听一些别人所综合整理的一些有关于心灵的知识，来获取这些知识，来帮助你得到了心灵上的一个缓解跟疏解，并且得到了成长。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心灵成长呢有什么样的提点。这边我抽到的是移动，这张牌在之前有出现过，没想到这组牌的朋友又出现了。他说呢，走一段长长的路呢，对你的灵魂是好的。你要走向外面，走向大自然，让大地母亲来提升你的精神力。所以在心灵成长呢，他提醒你呢，借由这个长途跋涉，来达到自己心灵的一个更加的提升。所以这边不就是宝剑六的能量吗？你的心灵清楚的知道你要开始移动了，你要出发了，你要创业了。所以心灵和这三个不同的面向是息息相关的。你可能知道你要开始一段很长的漫长的过程，这只是一个开端。你要开始创业，你要开始一个新计划，你要
到新的地方去发展了。你也知道你现在秋季只是开始的第一步，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它会让你达到你想要的成功，达到你的目标，这原本就在你预计之内。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星座特质。首先你抽到的是三合，这是一个充满祝福的组合哦。再来是牡羊座的我就是，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牡羊座的满月对你是很有影响的哦。牡羊座的满月就是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满月哦，你可能在这边获得了很大的心灵的满足，或者是在看家人谈天的时候呢，找到一个新的心灵成长的一个契机，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可能见到了不同的长辈，他讲出的事情让你有新的思考。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很明显就是火象星座的，除了这两个是火象星座，这也是火象星座。牡羊座的三合就是狮子、射手，所以是火象星座的能量很强。另外有少部分的是风象星座的，天秤、宝瓶还有双子座，这个是风象星座的。一点点的有水象星座，那么水象星座又有双鱼座偏大宗哦，天蝎跟巨蟹稍微少一点，这边的星座是这样子的分布。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他提醒你，就是你是收到祝福的，因为你有很棒的后援，很强力的后盾支持你，他支持了你可以做自己。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可能就会依着自己的理想，你选择的职业是你喜欢的，你选择的另外一半是你喜欢的。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真的是受到眷顾了，在这个秋季的月份当中呢，事业跟情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新的开始。除了财运之外，其他都非常非常的不错，稍微有一点点缅怀过去，但也没有多加留恋。最重要的是在生命当中很少人是可以完全的做自己，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点妥协，你不能够100%的掌握，你的伙伴一定会有一些缺点，你没有办法全盘接受。但是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身边的人事物呢，基本上都是支持你的，是一个情感和谐的一个状态。他们这样子一个丰沛的支持体系呢，可以让你真正的做自己，发挥你真正的个性。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真的是很受到祝福，要珍惜秋天这样子的好运气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感情有什么新的提点。你的感情抽到了，你有家庭的议题需要疗愈哦。这组牌的朋友可能真的会受到另外一组牌的吸引哦，因为呢，你们抽到的烽火家人和另外一组牌是一体两面的，不过你们是一个和谐的状态呈现在这个世界上哦。但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还是有一些家庭里面的议题呢，是需要你去原谅你的父母，尤其是有可能呢，之前呢，你的父母并不赞同你选择的另外一半，你没有办法原谅他们这件事情。可是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时间也会过去，你原谅了你的父母，其实可以改进你的爱情的生活。另外一个烽火家人是指一个长幼有序的一个状态，所以它非常的和谐。但是它的一体两面的另外一个卦呢，是比较小的凌驾在大的上面，它就会产生争执哦。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会面临一些可能婆媳妯娌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议题，需要你去疗愈，需要你去注意。但是这个感觉上是比较像是过去的事情哦，现在一组的朋友已经没有这么介意跟介怀了，大家还可以聚在一起在中秋节烤肉的这个景象。不过在心里的深处呢，还是要真真正正的原谅带给你困扰的这些人，它是过往的事情。不过有时候旧伤难免还是会在，你可能会想到以前所浪费的时光。所谓原谅，就是双方都要各有一点妥协，这是一个人生当中所要面临一个难题，它很难，但是还是要面对。那由于你抽到的是疗愈家庭的问题，这整副牌呢，就是重心都在家庭以及家庭的移动，
但是为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想要结婚订婚的啦，到达一个新的方向呢，我们再多抽一点牌，没有真这个浪漫的一个提点。好，我们再多抽一张。你抽到了渴望以及忧伤，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有2股非常不同的能量哦。我可以感觉到呢，之前你可能经历过一段非常悲伤的感情，所以你抽到了悲伤哦，有可能会有面临分手的状况，或者是呢，你之前被人家拒绝了，或被人家忽视了，被你喜欢的人忽视或拒绝。这边告诉你呢，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远离悲伤之地。但是呢，同样着你有新的渴望出现了，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崭新的新的感情，然后你很渴望有亲密的接触，然后呢，这边是一种温柔的状态，跟身心健全的一个状态。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目前感情是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哦。你可能即将要进入一段新的感情，现在目前呢，重点是放在事业当中的冲刺。可以想见，我帮你抽了感情的牌，它还是没有太大的感情哦。这就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你抽到了要疗愈你的家庭的一些议题。不过呢，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因为这边出现了一个，如果你在等待一个新恋情的话，它会出现。那么圣杯十呢，比较在于着重对于跟家庭的相处，在秋季当中呢，好好的珍惜与家人一起在的一个时光，他们会让你知道你永远是受到保护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组的讲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留言给我说你们想要听怎么样的占卜的一个题目，然后我做出来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参考依据。以上就是今天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2组牌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秋季，也就是9月份到11月份的运势是怎么样的发展呢？首先，大家易经的牌卡抽到的是天火同人，这张牌非常的好哦。太阳高挂在天空当中，上卦是乾卦，下卦呢是离卦。它在古时候呢是指说天子跟其他不同地方的诸侯一起合作来打造一个繁荣昌盛的一个帝国。那么这张牌卡呢，就是有一种世界大同，互相互助来达到双赢，彼此都得到利益的一张牌。为什么这边会画蝴蝶跟花呢？因为蝴蝶呢，它会帮花朵呢传播它的花蜜跟花粉，让花丛得以欣欣向荣的不断的延伸，而蝴蝶自己呢也可以得到了温饱。那么这就是互助互益，自己也可以得到利益的一个行为，但是又可以帮助整个环境欣欣向荣的共同生长。那么最有趣，大家抽到天火同人已经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哦。你这边抽到的是进化，虽然是进化的意思，不过这边画的一朵很大的向日葵，向日葵在太阳下的照耀当中又更加的闪烁了。这张牌呢，让我想起了这个太阳，塔罗牌的太阳也是这个意象。传统的塔罗牌是在向日花田当中骑着一匹白马。这2张牌同时来看的话，就是天火同人，而天火同人的纵卦就是火天大有。这张牌就是画着火天大有的一个情况。这张牌是一视同仁，但是这张牌有尊贵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互助了之后，你尊重别人，别人尊重你，而达到了天火同人、世界大同的境界。再加上你右边的这张提点牌卡，他说你目前的能量将要达到最高峰，这是新月渐渐开始要变成满月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的能量不断的在增长。这张牌大家通常都会以日历中天来形容哦，所以这边是太阳日历中天，加上你的月亮要逐渐的往满月走过去，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秋季的运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个好事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好是你的环境当中有人可以帮助你的，这个好在于是你不用用心机去计算，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向往的境界，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大家不会用心机去计较这个得失。那么整体的运势呢，已经这么棒了，我们来看单项来看一下大家的9月、10月跟11月的运势。这边是事业、爱情、财运跟心灵成长。我们首先看你9月份是圣杯的皇后，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秋季的时候呢，你不但心思很单纯，可以不畏惧的勇往直前，同时间你也是一位很有包容性的人，直觉非常的强，又或者是选到这组的朋友9月份的时候会得到一个非常的仁慈、善解人意的女性长辈的帮忙。如果9月份的时候呢，选到这组的朋友想要去做个健康检查，什么都很不错，因为你会碰到一个很棒的医生或者是护士哦，9月份的时候。但是这张牌它也代表了身体健康进化哦，所以也可以在9月份开始的时候寻求一些心灵或者是健康上的一些排毒的一些疗程，朝向心灵的进化，或者是以艺术来净化心灵，以美来净化心灵，因为这张牌高度和艺术的创造力有关哦。选到第二组的朋友，由于你抽到了天火同人，又加上了圣杯皇后，表示呢你非常善于同理他人，所以呢你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自己也会帮助别人。所以9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发展有关艺术或医疗的一些活动跟事项，是一个蛮好的时期哦，因为这段时间你的想象力会非常的高昂。但是到了10月份，情形有点不太一样了。到了10月份的时候，突然忙碌了起来，手上有好几个事项、好几个专案在衡量，那么在争取你的时间。不过呢，由于你的运势是一直往上的，钱币二的这个10月份的时期，很有可能你要兼顾工作，但是你又要兼顾放假，因为10月份的假期通常会比较多哦。另外呢，这边画着船还有海哦，然后这边又接过了这个水能量很高涨的圣杯皇后哦。你不但要规划旅游去异地，有可能呢你要忙着赚钱，很多工作还要收尾，更加的忙碌哦。已经在很忙的状态下，可能还要拨一点点时间去吸收海外的知识，去海外走走。10月份真的是需要你全神贯注的用尽你的精力还有力气去计算哪一个事项必须得到你比较多的关注和时间的一个时期。到了11月份，你得到了命运之轮、权杖2跟恋人牌，你的命运呢即将到达了最高峰了，你的运气要到达最高峰了。你所有的东西呢，都在讲你会到达了这个被大家看到名声远播的一个感觉。这边呢，你不但可以借由你做的事情，你的运气去展望未来，你的品牌要打向国际了，可能要往世界去走了。尤其呢，命运之轮呢，又是木星，你现在11月份的时期是跨足海外一个最好的时期。如果你想要将你的群众、你的受众，或者是你的客户买你东西的人，你可以把它推销到海外，是一个很不错的时机。再来，你又抽到了恋人牌，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感情非常好的时期。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呢，甚至有不止一个人可以让你做出选择。另外呢，这个恋人牌呢，它之中呢是2个人都朝上看这个天使，和平常画的动作有一些不一样，加上又抽到了命运之轮。11月份的时候呢，如果单身的朋友一定要张大你的眼睛，仔细看看周遭的人哦，上天会为你安排一个非常适合你的对象出现了。11月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期，在9月份的时候就要开始做净化自己的动作，这有可能是你要让自己更加的
健康跟漂亮，所以有可能因为它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它是一个减的过程哦。选到这组的朋友有可能可以减肥成功哦。上天会安排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跟你一起展望未来。另外，如果是寻求事业合作的人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时候老天爷会安排一个非常棒的合伙人出现，可能你在寻找一个品质好但是又不那么贵的一个供应商，那么你会找到。也有可能呢，你可以把触角伸向海外去找适合的客户跟供应商，这都是命运安排的哦。你可能在一个不经意的机会之下，你就可以接触到命定上安排的一个你没有料想过的方式接触到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么这是会非常和谐哦。那么除了10月份比较忙之外，其他2个月份的运势都非常非常的好哦。再来我们来看你的事业、爱情、金钱跟心灵成长。首先你的事业抽到的是皇帝牌，你的爱情牌抽到了2张，第一张是圣杯10，再来抽到的是圣杯侍者。可能这个频道呢才刚开始没多久嘛，所以选的人可能会从其他组别看过来这样子，它的能量是有点相同的。另外我想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题目，想要测什么题目的话，都可以在留言跟我分享一下，这样子我就会做一些大家喜欢的一些测验，我会统整一下大家的意见。再来金钱运是力量牌，那么精神的成长是钱币6。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的事业运非常的好哦，抽到的是皇帝牌。这个皇帝牌是指说呢，你目前所努力的东西，你目前所在的位置都到达了一定的位阶，并且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你看一下这个人，他穿的是一个高山山顶的服饰哦。选到第2组的朋友呢，你目前已经爬到了一个巅峰，你快要爬到一个巅峰了，所以你的事业在秋季会达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就，这可能也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么忙的原因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可能是做艺术的、音乐的、创意的以及运动类的，所以选到第2组的朋友，目前你在工作当中是游刃有余，并且你可以掌管你的事项，你拥有绝对的主控权。虽然事业当中呢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成就，不过它是一切都井然有序的哦。你在位置上做得非常的稳，而且很享受这份工作，你的事业，你就像是那个指挥家一样，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所有的事项琐事，所有的企划，所有接触的人，你就像一个指挥家一样，你掌握着一切，你挥舞着他们的移动，让他们都放到你想要的位置上。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你的领域当中呢，你就是一个佼佼者。再来是你的感情状态，是圣杯10以及圣杯侍者。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2个情况，第一个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的感情非常非常的稳定，这种稳定是大家会羡慕你们关系的一个稳定性，大家对于你们相濡以沫，那么互敬互爱的那种氛围，以及已经进化成升华成家人一般的稳定感情，非常非常的羡慕。这是一个即将进入家庭，或者是已经在家庭里面达到了最圆满和谐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群人呢，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你的爱情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小小的萌芽的阶段，两方还在互相测试跟互相暧昧的状态，有可能你会遇到比你小的另外一半。另外呢，有可能呢，你会碰到一个人介绍你一个新的对象，而这个对象有可能是未来可以成家的对象，所以有可能会经由朋友的介绍认识了未来的伴侣，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秋季非常旺盛的爱情运，非常的好，非常值得期待。再来是你的金钱运，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你的金钱运势是在一个完全非常向上的一个状态哦。
你不但掌控了你的事业，你也可以将你的金钱的理财控制得非常好，你的控制力道在钱币二当中展露无遗，你非常善于去理财，而且是理大笔的金钱。那些钱在你手中感觉呢是很轻松的，你不会畏惧钱。有些人呢手上有钱就好像会很害怕钱在你的手上，会想要把它花出去，但是你却安坐在一种很稳定的宝座之上，你知道你可以拿这些钱来干什么，但是你有一部分钱你会把它存住。这边还画了这个金字塔，目前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的储蓄金钱运非常的好，聚沙成塔，有一部分的钱呢是你慢慢存的，但同时呢这组牌朋友也看出来有投资的潜力跟能力哦，因为这边的动能是你会找寻猎物去让你的金钱扩大，不但有工作的稳定的进财，也有投资方面的钱财入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秋季的运势是丰收的，从情感事业跟金钱运都非常的圆满跟丰收。再来我们来看到你的精神力，精神力是钱币六。那么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自己本身或者是你会得到一个直觉力很强的一个女性的帮助。我可以感觉到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机会接触到就是灵性方面的东西。这个灵性方面的东西呢，是可以转换成物质，让你看到比较具体跟具象的，它跟之前的有一些组别不一样。例如说这边很明显就是你可能接受到的灵性，因为这边是水，这边是花，很有可能是什么精油类的、花植类的，你可能借由每天变换你的香氛的保养品来得到了一个精神上的提升跟慰藉，它是一个比较从心灵转化成物质再到你身上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或者是你看某一些东西得到的具体的心灵成长的一个指引，不是，它比较是借由香氛、熏香灯、熏香蜡烛。另外一个也有人会饮用一些花草茶来得到心灵的放松，泡一杯水果茶、冰茶、花草类的茶饮，让你得到一些净化。那么在欧洲的有些茶饮呢，它会有一些排毒的作用，例如帮助消化的茶，譬如薄荷茶让你的精神提升等等，尤其玫瑰花是对心脏很好的哦。那我们再来看呢，你怎么样提升你的精神？我抽出了一些自我成长的卡片来看一下。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目前真的是很棒哦。它这张牌是快乐，那么这张牌是说呢，你的思考，要不然呢就会让你很快乐，要不然就是会拿走你的快乐，你必须要选择。那么很特别的，你又多抽出一张卡片，这张是自我价值，他画着一个蛋糕。他说呢，不要屈就剩饭残羹，尤其是当你值得一整套的全餐的时候。这两张牌它都是画着同样的两个人，也就是说你会得到帮助，或者是你是镜像的，很有可能是这组牌的朋友自己就很会疗愈自己，自己就会找到精神的指引，因为你自己就会映射到你自己的快乐跟不快乐的地方，你自己就可以带给自己玫瑰花般的香氛跟享受。你看到这两张牌，这两个人跟这两个人很相似，这个玫瑰花和这个蛋糕非常的相似，所以这组牌的朋友在秋天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自己的快乐是自己创造的。你想要好好的犒赏自己的时候呢，不要去屈就说，那我今天只吃一点点草莓麦片好了。没有，如果你想要犒赏自己，你就要真的犒赏自己一整块的蛋糕，让自己觉得心情很好。另外一个，你会从别人那边得到一些新的线索来反映到自身。怎么说呢？你可能会遇见一个很高贵、富有艺术力跟感染力的
女性长辈，你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她优雅着吃着蛋糕，喝着下午茶，并且知道自己的价值。她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她不会就是谦让，她知道自己的价值，她知道自己该拿什么，不该拿什么。你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将你心中那部分自我价值给提升起来。很有可能这组牌的朋友在心灵成长上面，你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的存在，你投射到你自己身上，从自己再延伸出去，选择了真正的快乐。那么我们再来看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星座呢？这边是水星逆行，在8月24号水星开始逆行的时候就会受到影响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很可能是双子座、处女座的，然后土象星座的，这边是双鱼座的，以及巨蟹座的，还有射手座，以及一些火象星座的朋友。狮子座有很多不同的星座都可能选到这一组，不过选到这一组的能量非常非常好，你在所有的方面都有所提升。你的能量即将到达一个最美满的一个状态，你会重新在过去的经验当中以及过去的人当中学习到新的事项。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可能过去呢有一些书，有一些出版的东西，有一些想法你想做却没有落实，那么现在或许就是一个好时机，现在或许就是一个真正把那些你初始刚开始做但还没有把它完成的东西把它完成的时候。因为水星逆行呢，它虽然会带来一些沟通上的不便或怎么样，可是呢你的牌完全没有这个感觉，你的牌都是大家合作创造双赢的一个局面。所以等于是说你从过去的讨论当中把一些已经遗忘的企划、遗忘的 idea把它重新拿回来，重新包装，重新把它上到媒体之上。譬如说有些 YouTuber 之前可能存了很多的片库存，可以回去看一下，可能会弄出一些新的东西，虽然是旧酒，可是用新瓶子去装它，产生了不同的火花，它的价值就提升了。你可以看到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眼界跟思想不同了，所以你可以从旧的东西提出一些新的精华出来。那么这张牌讲的是这个意思。再来我们来看你的感情有什么额外的牌呢？你抽到的是复合，有一些在你过去遇到的人呢，可能会回归到你的生活当中，有可能是你的前任，或者是你可能过往就认识的人，但你们断联很久了，是朋友也有可能，不一定是要以之前有交往过的身份，但他会回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们会重聚，所以可能就是会有前人来回归到你的生活当中。因为你的感情运势非常的良好哦，有些人可能已经有家庭了，尤其抽到了圣杯10，但是他这边也有讲到这个圣杯侍者新的恋情在萌芽，所以有可能这个人如果跟以前的人是很不一样的话，也有可能会带来新的契机。那么由于这个是复合，我们再多抽2张爱情的卡来看一下，给其他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帮你们多抽了2张牌，你抽到的是感情，再来抽到的是约会。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复合的意愿的话，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新的人哦，这里是真挚的感情，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再来呢，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这个还在情感萌芽的一个阶段，遇到一个新的人。再来是新的关系，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如果你不想复合的话，在这个11月份的时候是有可能会遇到新的人，他已经指出了有新的情感状态，圣杯侍者也指向了这一点。不过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另外一半的话，圣杯10也代表你们感情非常的好，是不用担心的。再来是约会哦，这边讲的是英勇以及崇拜。再来是一个愉快的参与感，以及这个 old fashioned ideals 看起来比较像是
老派的约会方式，老派的理想约会方式，很可能就是对方送你一束花，邀你去看电影，然后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就是属于比较老派的。当然这也是很多女生会喜欢的啦。这边的约会呢，是有点像是比较稍微不对等的，因为它有崇拜的情节在里面，是一个男生邀约女生的一个比较旧有时代氛围的一种约会方式。他可能甚至还有请你去吃一些老西餐厅，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在这个现代的情形看来，非常的有英雄式的，觉得喜欢的人是要被自己保护的那样子的对象。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除了有复合的一个选择之外呢，不能说新的，它是旧有，但以现在来看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没有碰过的约会方式呢，可能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呢，你的运气实在是，你在秋天的运势呢如大鹏展翅，翱扬天际，不但呢自己本身运势很好，更有可能会涉足到国际的领域，在所有的事业、金钱、财运方面都有所成长跟收获。请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么棒的秋季运势。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解说，希望大家会喜欢。大家别忘了，如果想要测什么题目，要在下面留言，这样子我就会汇整大家的意见。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说明一下大家未来秋季，也就是9月、10月、11月这3个月份的运势会有怎么样的发展。首先呢，我必须提醒一下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抽出来的牌卡异常的多，别人其实上面只有3张哦，那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抽的牌多到我差点放不下，太多资讯了。易经牌就抽到了2张，提点也有4张。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牌卡抽到的是艮为山、水泽节，你的提点卡抽到的是往前走，受到祝福的。再来是满月在双鱼座，也就是8月31号的满月，这边只说你必须要平衡你的精神力以及实际的能力。再来，这个月亮叫做残月，它其实是指一个过程，也就是月亮渐渐从满月回到眉月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问你呢，你需要释放些什么？塔罗牌卡讲的是9月、10月、11月你的能量，这边是权杖女王、钱币骑士，还有宝剑1。那么选到这组牌卡的朋友哦，你的艮为山跟水泽节这2个其实在说同一件事情，就是事情呢要适可而止，有一些停止了。艮为山呢，就是这个人他面对着前面的山，高山峻岭挡在他的前面，前面似乎没有路了，所以他停下来，把自己的心放正，开始冥想，问自己解决的对策在哪里，前面的路在哪里。这张牌指的就是事情稍有停滞，你必须要停下来，心无杂念的思考将来的对策。水泽节呢，它基本上也是讲同一件事情。水泽节呢，它是指目前的水有点太多了，所以你必须要调节节制这样水的一个发展。它是一个水泽上还有水的一个卦象，所以呢，你应该要泄洪的时候泄洪，把水龙头打开转开，让它稍有节制，让这个事情回到正轨之上。这2张牌都有一种停滞，你要有所节制、节约，停下来思考对策的感觉。这张牌它当然也有节约的意思，在资源上面可能就要稍微节俭一点，稍微把所有的东西再循环利用一下。不过呢，这边也说虽然节制，但也不可以太严苛，节制太过就会变成吝啬。总体而言，目前的生活是在一个停滞的状态哦。
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会想着说我要节约，等事情动起来的时候，再把自己的花费或者是行为再扩大一点。不过现在你可能觉得你需要这么做。那么很有趣的是，这两张牌呢，水泽节的纵卦是风水患，它会产生一个危机哦。如果你节制太过的话，会产生一个危机。另外一个艮为山的纵卦是震为雷哦。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不要听到这样子就觉得有点灰心丧志哦，因为艮为山呢，它的纵卦是震为雷。你在静心思考的对策的时候，有可能会劈下一道雷，把路给打开。那么要怎么做呢？他这边两个提醒你就讲得很明白了，就是你是受到祝福的，因此呢，不要觉得自己的运气很差，为什么要停下来？环境让你停下来。事实上，这一段的时间让你自省的时间是受到祝福的。那么从这里的画面来看，在春天跟夏天会有转机，也就是你这一段秋季的时光或许是有点停滞的，不过只要你不断的努力坚持下去，在春天就有一丝的机会出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你又可以再更加积极更加迅速的往前进。往前进的这张牌卡很明显就看出来，这个人他走出了林子，前面有一大片的森林，但是经过了至少半年努力的不断往前走，你会走出这个昏暗的林子，而走出了一条小径到阳光明媚的一个草原地。那么这两张牌的颜色跟氛围都非常的美好，因此虽然目前是停滞的状态，你必须要节约有所节制，可是它也告诉你未来是有期盼的，你是可以充满希望的往前走。再来我们看到了满月在双鱼座，选到这组的朋友，你的运势在8月底将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状态之后，这边是月亮渐渐的在消下去，他告诉你说现在不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时候，现在是开始思考你要舍去什么东西，放掉什么东西，才可以让你更加轻盈的往前进的一个力量哦。尤其呢，土星又要回到双鱼座了，因为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双鱼的能量很强。那么尤其这两张牌让我想到最近山林的野火跟四处泛滥的洪水这两张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很大。土星在双鱼座又要顺行哦，在11月份的时候顺行，那么这个情况就会渐渐的好起来。风水患就是水泽节的纵卦是风水患，这样子的力量它会被收缩，所以双鱼座四处漫溢的洪水，你没有办法去阻挡的外部情况，会在11月的时候得到了一个舒缓。在此之前，从9月份你就要开始想什么东西是你不需要的，进行一个排除的一个动作，会让你的运势更加的好，然后等待震为雷的那个雷再打下来。但是呢，你的塔罗牌卡却出现了很不错的运势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运势是受到外部影响比较多，但你本身是非常有冲劲的。尤其你在9月份的时候呢，制定了很多的计划，信心满满，然后想要朝着远方前进，充满了各种计划，有各种的力量、沟通、创意都在进行当中。有些人也在筹备创业，或者是说在工作上做的任务是风风火火的，不但干练，但是也充满了女性的特质，将事情处理得非常的好。可是这张牌呢，和传统的有一点不一样，是这张牌在9月份的时候，这组的朋友会太过于计划太多东西，你是往旁边看的，你是往10月份看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即便你9月份的能量非常的旺盛，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并没有定在9月这个实际的存在上面。也就是说，虽然身在9月，心在10月，
你所有制定的计划都是想说啊，我10月之后要做什么，我11月之后要做什么，但是9月份该做的事情呢，却有点跳跃，有点太过于冲得太快了，一直想着说我要往前进，因为你遇到了困难嘛，你想要突破它，所以就有点急切的要解决这样的事情。那么同样的，你有可能遇到了这样子特质的女性，例如她不断的带领你们往前冲往前看，把前面的理想通通排列顺序的排好放在你的面前，可是面前是很多的山，其实前面的阻碍相当的多，不过乐观的心态跟冲劲淡化了前面的困难，那么到了10月份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事情快不起来，它好慢，所有的事情要开始一项一项慢慢的解决。你做一个专案，突然发现它的资金稍有不足，所以你要慢慢的累积。有可能呢，你想要合作的对象，他时间还拨不出来，所以你只好慢慢的做自己的这个部分。那么也由于钱币骑士呢，是一个能量相当缓慢的一张牌，它亦步亦趋，每一步都很谨慎，所以突然从一个冲劲十足的权杖女皇开始实事求是。那这边就是这个，你不但要注重你的精神力，你也要注意这个实事求是的实际的执行能力。这就是在说，你在9月份之后呢，就要开始注意落地生根的沉稳的力量，这样子才可以让你慢慢的在春天跟夏天走到你想要走到的目标。那么这个过程呢，绝对不可能是在山林里面黑暗之处横冲直撞可以走出来的所以它是一步一步循着地图，捏紧自己的资金，这里有水泽节，花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在刀口上面，慢慢的要走到来年的一个丰盛。也因为它是钱币骑士所以呢，有什么东西是你不需要的，一开始就要抓好，你才能够把钱投注在你需要的地方。再来11月份有一个新的计划要产生，一个新的观念要放到市场上了。这边是宝剑一，在11月份的时候选到第3组的朋友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的思维就像一把利剑一样，你劈开了更为深的一个阻隔，想到新的计策，你的思绪非常的灵活，知道用什么技巧去避开危险。那么这边画了一只狐狸，那么选到第3组的朋友一定要稍微的小心一下，就是你的力量当然是可以嚇阻这个狐狸的晋升，不过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你在放出你的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新的企划或者是你的文章或是作品放在公开的地方的时候呢，要小心一下，会不会有基于你的创意，基于你的思想，或者是想要模仿的人他在旁边有点虎视眈眈。不过由于宝剑一是个非常灵活的一个角色，也是一个狠角色来的选到这组朋友不会惧怕，但是稍微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的事业抽到什么。你的事业抽到了宝剑8，所以看起来这个阻碍在事业当中有产生那么你的爱情抽到的是权杖骑士，你的金钱运抽到的是圣杯的国王，你的心灵成长抽到的是权杖女王。哇，你又再抽到了一个权杖女王，以及钱币8。这组的牌真是多到我完全放不下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你的事业所以你的事业呢，受到外部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个人呢，他照着镜子，似乎看到自己被许多的线给捆绑住，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不过你个人的能量跟心态倒是好的但是事业上呢，却没有符合的一个情况产生。
所以目前的事业呢，还是在等待的时期当中。不要往内心的黑暗面看去，因为你的事业虽然遭受到了某一个程度的影响，但是你要想着半年之后会慢慢解决，所以你只要顺理你的思绪，把这条线一条线一条线慢慢的拆开，你的事业呢就会慢慢的看到曙光。但是秋季的部分，你的事业的确是有点受到影响的。再来，我们看到了你的爱情运势，你抽到了权杖骑士。这张牌是一个非常热力四射的牌哦。虽然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事业可能会遭受到一点影响，不过呢，会有人热烈的追求你，或者是你在感情上过得很开心。因此在感情上呢，你是充满了能量的。在秋季的当中，虽然有点萧瑟感，不过你的爱情生活却是充满了热烈的氛围。在秋季的感情上，你会非常的积极奋发往前冲，会去热烈的追求一个人，或者是你的魅力四射，可以看得见哦，你非常的有创造力，然后可以很自得其乐，因此会吸引许多人来追求你。这是秋天的状态。在你的金钱运势，圣杯国王。圣杯国王呢，虽然是不缺钱，而且它也代表了这个双鱼座的这个能量，可以感觉得出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虽然目前的事业上会稍微受到一些困难，稍微受到一些抑制，不过之前的储蓄应该是蛮丰富的，是不愁吃穿的。即便是遭逢困难，你身边也是少有资产的哦。在投资当中呢，或者是在金钱理财当中呢，要顺从自己的直觉去发展，并且把自己的直觉力发挥到最大的部分。它前面呢，它所穿戴的都是一些有关灵性方面的一些产品，水的力量非常非常的丰盛，可以感觉到呢，圣杯国王跟水泽节也是非常有关系。圣杯国王他甚至可以控制水，因为他是水能量的一个代表。另外，由于他非常的注重灵性，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以想想看，你要释放掉什么，也就是生活越过越简单的话，那么物质上你就会不需要这么多。你本来小有储蓄的一个条件，就可以带领你走过这一个高山，带领你走过这一段节约的一个时期。再来，你的精神成长、心灵成长，抽到了2张牌，一张又是权杖女王，另外一张是钱币八。那么钱币八呢，和这个更为山的图基本上很像哦，他们都背对着我们。你在秋季的时候会接触很多心灵的东西哦，因为它前面摆满了这个草药、蜡烛，这边它的钱币是由月亮所组成的，因此你可能在学习一些怎么跟你心灵的起伏做一个互动跟相处，你专注在学习心灵方面、灵性方面的东西。有可能有一些人呢，甚至会买一些自我激励的书来帮助自己度过这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也有可能呢，会引进一些能够排毒的食物，做一些可能会吃一些素食之类的，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让自己能够度过这个阴晴圆缺的时期。再来，你的精神力呢，非常的丰满丰足。这里是权杖女皇，这2张牌非常不一样。这张牌呢，你可能是还在观察别人哦，你有很多的计划。相比自得其乐的权杖骑士而言，他更有一种威严感，而且他举起了一个他的手杖，仿佛他已经能够像炼金术士一样操控着火的产生。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有可能你在心灵成长方面呢，已经可以安然的让你度过这一段时期，你并不以为苦，就是最好的注解。
你完全可以将环境所带给你的一些纷扰、停滞的运势，在你的心中转化成一个跳跃的光芒。你坐在光芒之上，又操纵着火焰的成长，还是可以光芒四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难怪你会这么引人喜欢，因为呢，你自我调节的能力非常的强，你懂得运用学习到的知识，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心灵上很满足，你不会抱怨、自怨自艾，也不会觉得别人亏欠你什么，你自己的快乐掌握在你自己身上。哇，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心态真的非常的正向哦。即便你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大家旁人看来会觉得蛮大的一些困难，不过在你心里并不以为如此，可能你甚至都已经很豁达了，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过程当中，随着阴晴圆缺而去过生活，在生活当中找到小小的光亮，就能够让自己非常开心。那么选到这组的朋友真的很棒哦。那么有些人也可能会去寻找一些宗教的依归，在宗教上面得到力量，因为这边有非常多的蜡烛，可以看出来有很多蜡烛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些心灵场所或者是寺庙，那么有可能是这样，不管是基督教或是佛教的，在寺庙当中都会点很多这个蜡烛。那么选到第三组的朋友非常棒哦，心态非常的积极。我们再来看你抽到了心灵的指引，抽到了什么？这张是朋友，对自己呢就像对朋友一般的好。再来是成功，他说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你在潮流当中，所有的问题呢被很快而且很简单的解决了，能够帮助你的贵人呢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礼物呢掉落在你的腿上。那么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呢，看起来呢，你在心理成长方面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哦。因为不管你有没有朋友，你都可以安然自处，你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你对自己很好，对他人也很好。所以选到这组朋友呢，已经有一种人生历练在你的身上展现了，非常能够自得自乐，并且不管你是独处还是跟朋友相处，都很自在的一张牌。再来呢，你的心灵成长的一个功课，你获得了成功。那么这组牌的朋友呢，你在心灵上面的成长是达到了一个非常耀眼的阶段哦。随处不是礼物，生活处处都是惊喜与礼物。你善于接收这个上天给你的礼物，你也善于带给别人精神上的鼓励与礼物。那么在心灵成长上面，你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可能会带给大家很强烈的活力，感染整个环境的氛围，将所有的好的一个运气呢，再归回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非常正念、非常良好的一个循环，所以在心灵成长方面，你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阶段了。当然呢，很可能选到这组的朋友，心灵已经坚强到你知道未来成功在等你，目前的困境只是一时的，自己的心灵呢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可以撑过上天给你的一些考验。而生活会带给成功给你，生活无处不是惊喜。再来我们看你的星座牌抽到了什么？哇，抽到了太阳啊！选到这组牌的人有可能是双鱼座的，那么有可能是火象星座的狮子、射手跟牡羊，以及土象星座的处女、摩羯，还有金牛座，以及风象星座的朋友双子、天秤以及水瓶。火象星座的能量非常强，哇，甚至连水象的双鱼、天蝎、巨蟹，蛮多人选到这组牌的哦。可能有些人之前的自然灾害，或是最近的一些金融的一些起起伏伏，有影响到你哦。不过没有关系，来年的运势非常好，春天跟夏天。抽到太阳简直就是，而且他这边写的是精神力。本来呢，双鱼座这边就是说你要平衡你的精神力以及你的实际运作的能力。
其实你两方面都具备了，但是你的精神力其实是更上一层楼的，尤其你抽到了这个心灵成长的力量非常的强，你的精神力简直就是可以感染大家，感染整个场合的人，光芒四射，即便你遭逢不如意，你都还能够带给欢笑给大家，我都要哭了。这真的是一件好事诶，所以不用装弱，你就是这么棒。在困难的时候也带给欢乐给大家，这个精神真是太可佩了，精神可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所抽到的感情牌卡是，你抽到的是蜜月，你又再抽到了一个祝福诶，他说享受这个假期聚在一起的时光。那么这个感情的牌呢，我可以想见很多人很热烈的和另外一半去度假，去度过这一段纷扰的时光，因为你小有积蓄，你是有钱的，或是对方追求你会送你很多礼物，一起带你出去玩。那这边很浪漫的画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哦。不过呢，整体上你的感情运势是在一个很浪漫的氛围当中，有点在蜜月期如梦似幻当中。我再多抽几张感情的牌来看一下，有没有多一点资讯。你多抽到的是热情，再来是复合你抽记的魅力四射，不但太阳权杖骑士之外，你还抽到了热情。我觉得有人深深的被你吸引，因为他说为你而着迷，然后你遇到的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真命了，就是这个人就是对的人了。再来呢，你要找到你心之所向，你心中渴望的什么东西。这张牌好可爱哦。所以呢，有可能就是你跟你喜欢的对象会以音乐来沟通，因为他弹着吉他，或者是这个人有很强烈的音乐的特质在他的身上。再来是复合，他说这个是在重新被建构的一个希望，你要让你的浪漫生活呢重燃爱火，远距离反而能让爱人更加的接近。所以你有可能就是你跟另外一半其实是不在同一个地方，你们约在某一个地方相聚，就是约在某一个地方去聚在一起，所以产生的热力四射的火花。这张牌呢，有可能就是前任回来找你，或者是很久不见的朋友回来找你。在感情当中呢，是一个很熟悉的人来找你，甚至他会给你有一种你前世遇过他的感觉。另外一个已经是老夫老妻的，或者是已经交往很久的朋友，在秋季你们会重燃爱火，可能会找一个浪漫的地方去旅游。因为他说，即便你们的关系已经很稳定了，也要让你们的爱情生活呢持续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在里面哦。所以有可能这组牌的朋友会选择跟另外一半去旅游，感觉呢你们就可以互相支持对方走过这个秋季在事业上比较大的一个难关。不过总体而言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的心态相当的正向，有太阳的加持，你的精神力是完全可以度过这一关的。你并不觉得是一个关卡，可以这么说，外人看起来是一个关卡的，你都不觉得。你的成熟已经足以应付这一个人生小小的难关了。我非常羡慕这个第三组的朋友啊，你的自我疗愈跟自我激励的能力实在是超乎凡人。那么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解说，别忘了如果你想要听什么其他的主题的话，请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我就可以汇整大家的意见，做出你们想要占卜的题目。谢谢你们的聆听，祝福你们，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四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未来3个月，也就是9月、10月、11月的秋季运势会有怎么样的发展。首先你的易经牌卡抽到的是火泽葵，2张提点牌，一张是冒个险，再来是沟通是关键，
在双子座的新月，你的塔罗牌卡的9、10、11月的运势抽到的是钱币皇后，再来是宝剑七，他们两个是一起出现的，再来是宝剑五跟宝剑三，这两个是一起出现的，以及钱币六。那么我们从易经牌卡的火泽葵来开始讲起。火泽葵呢，它是上卦是离，下卦是兑，上面代表了火，下面代表了金和水。那么这张牌有点水火不容的意味在里面，它是指有两个女人同居在一起，但是呢，两方意见时常不合，彼此呢你来我往，有意气之争，恐怕落得两败俱伤的一张牌。那么这张牌也有就是你不管怎么讲呢，对方都不想要采纳你的意见，或是对方就是不领情，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就会有一点意气用事，到最后事情呢本来是一件小事，也会演变成为一件大事。这就像什么呢？例如妯娌住在同一个家族，或者是婆媳住在同一个家族，有可能姐妹在家族当中呢争吵，但是由于9月份、10月份跟11月份是个假期非常多的日子，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有可能回家聚餐的时候呢，会碰到了很大的纷争。那么火泽葵的另外一个纵卦是烽火佳人，它其实是一片宁静祥和的一个牌。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当然很希望自己的家庭是非常和谐以及美满，让你有一个归宿的安全感。可是呢，事实上却是因为家里的某一个人和你呢是有点反目成仇的，有可能呢对方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做什么都得不到他的称赞，得不到他的满意。你不管讲什么说什么，就很像是连续剧里面的恶婆婆还是什么一样，你不论做什么，他都会说你是不是觊觎我家的财产。不管你说什么，做菜讨好他，都是徒劳无功。由于这张牌呢是多疑而造成了敌对的一个状态，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样子的状态呢？他说你要冒个险。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有可能呢因为可能是位阶比较低的那一方，你就必须要冒险和上位者沟通。尤其呢，这是新月在双子座，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可惜呢，在8月24号即将来临的水星逆行，也就是掌管双子座的水星呢，它会逆行1个月，将近1个月。所以虽然沟通是一个关键，9月份感觉起来是一个很困难的沟通月份哦。我们之后再来看哪个月份比较好。再来是你要冒这个险，你要僭越上级去沟通，所以在组织、在家庭、工作场合，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个刁蛮的人，时常刁难你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鼓起勇气去沟通，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那么你的9月、10月跟11月的运势，我们来看。第一个，你是抽到钱币皇后以及宝剑七。钱币皇后呢，原本应当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可是由于你的卦象是火泽葵，我非常怀疑，就是选到这组朋友的上司，尤其是女上司、妈妈、婆婆、外婆这一类的女性长辈，非常的固执，他们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拥有一定的见识，物质生活不愁，觉得自己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还多。他觉得自己见多识广，自己一路从困难中走过来，别人都不如他辛苦，别人的成就不如他，是因为别人不够努力，不够低声下气。所以选择到这组朋友，你可能遇到一个非常固执难搞的，但是你又不得不有求于他，
你可能住在你另外一半的家里，而他的妈妈就跟他住在一起，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在。或者是你回去聚餐，妯娌总是在那边说东说西，或者是比较物质上的东西，会令你非常的困扰。再来是保健期，你遇到这样子的人呢，他虽然物质丰沛，整体的感觉呢，他应该是要照顾你的，不过呢，这个人却让人家感觉呢，他是在占别人的便宜来壮大自己的感觉。那么保健期就是在说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你在工作职场上呢，那个女性的上司或是女性的供应商、厂商等等，可能会非常的颐指气使，纵然他已经拥有了很多的资源，可是他还是想要在别人的身上多拿到一点东西哦。那么与此同时，能够帮助你的也是女性的贵人。所以当你如果遇到保健的期的情况，一方呢是刁难你的女性长辈，另外一边你也要找同等地位的女性长辈来化解这件事情，要不然你就会越来越被占便宜。所以他才说你要鼓起勇气去沟通，你要捍卫自己的权益，不要让自己的权益呢被别人给拿走。所以这个人呢可能会压榨你的时间，克扣你的金钱。例如说最近新闻当中有说到了很多人在辛苦工作之后呢，原本应该拿到了补贴却没有拿到，用了各种名目把补贴收回去，这个就是在说这个情况。因为你对抗的是上面上级有权有势的人，所以你的一些权益会被剥夺掉。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冒个险去争取沟通，如果没有结果的话，就要采取另外一种更强硬的沟通方式，逼对方来沟通，要站在法律之上来沟通。那么到了10月份呢，你抽到了宝剑5和宝剑3，那么在之前的一段你受到这个不公平对待的一个情形呢，在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很遗憾的说呢，宝剑5就是一个在争斗当中，在争执当中，但是很大的几率是落败，而你又再加上抽到了宝剑3，整个情形让你非常的伤心，你觉得你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不管是工作或感情上的，至少有一方面的东西你觉得你真的是尽心尽力了，可是却收到了一个不是平等的对待。那么宝剑3就是非常的伤心、难过跟心碎了。这边看起来非常像是职场上的哦，跟家庭上的，甚至有可能我看这个情形有点像是，例如说你可能结婚了，对方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事业，可能做一个小餐饮店或是服饰店，一些小生意，那么你被要求在家里付出，也一同工作，可是你的薪水却没有拿到正常的薪水，有这种感觉。那么你据理力争，去跟他说你应得的，你也是需要钱去付一些贷款什么的，可是答案却是你没有拿到你该被公正对待的一个数目，或是情绪，或是别人会觉得这是他施舍给你的。所以你的权益呢，在10月份的时候会真正的有一些受损，这令你非常的难过。但是到了11月份，事情终于有一点转机了。这个是钱币6，有贵人出现来帮忙你，事情可能有一些转圜。那么你会碰到一个比较能够公平的处理这件你遇到了这个难题，你遇到这个纷争跟斗争的人哦，有可能有调解人出来安抚，比如说妯娌关系、婆媳关系、姐妹就是互相仇视的关系，家庭当中家庭成员失和的关系，终于有贵人出来帮了你一把，你会遇到一个会对你雪中送炭的人，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贵人哦。那我们再看你的事业、感情、金钱和心灵成长
这4个方面在秋季的运势当中是怎么样的演变。首先，你的事业抽到的是战车牌，以及爱情抽到的是恋人牌，金钱运抽到的是呢圣杯8，心灵成长，哇，又抽到了宝剑7。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一定要对自己多多鼓励自己哦，因为你目前所处的状态呢，是的确比较难熬一点。尤其呢，虽然事业牌你有很旺盛的一个往前冲的一个决心，但这张牌呢，通常呢，战车牌呢，它只会驾驭2个不同方向的马，一只黑马，一只白马哦。不过选到这组的朋友，你要照顾一群马，所以你事业当中呢，你真的是被别人有一点就是太过利用了，他们没有给你一个符合你价值的一个薪资。例如说呢，以护士而言的话，你可能有对于社会有充满热忱、负责的心态，可是呢，本来你只要照顾几床的病人你可能因为这事都有规定的嘛，可是现在呢，要照顾的人却增加了。可能法律有规定，可是雇主总是能够找到很弹性的办法去规避这些规定。因为为什么我会提这个呢？通常很少人是一次要照顾这么多匹马哦。这个会让你伤心的是呢，你如果照顾的是自己的马好了，照顾越多，你所得越多。但是现在你是一个从业员，可能你受雇于别人，你忙这么多，你忙了很多单子，你在小吃店帮忙，店里的生意蒸蒸日上，你一天要处理几百个单子，但是收的钱却跟处理10张单子是一样的薪水，就让人家说不过去哦。掏心掏肺付出了你所有的精力去照顾这群马，你奋力的告诉自己要往前，不畏惧艰难，但是你的事业呢，就是这样的忙碌。虽然呢，最后你都可以好好的完成，不过过程真的是太艰辛了。有可能你在幼稚园工作，你要照顾几个小朋友，但是呢，人力缩减，你突然要照顾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国小上课的老师，本来一个班级呢，少子化的缘故呢，照顾的人不是很多，但是突然呢，因为人手不够，全部大并班，你一次又要照顾非常多的小朋友，会让你忙不过来。虽然你拥有决心跟毅力去克服，但它毕竟过程非常的艰难，而且你可能要跟上司去争取你的权益，因为责任变多了，可是你收到的成果回报却没有相应那么多。再来是恋人牌，照理而言呢，情感抽到恋人牌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不过因为你的10月份抽到了宝剑3，加上你的主牌是火泽葵，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呢，这张恋人牌呢，它是一朵优美的莲花往下看，但它对的却是一个非常尖锐的，它的花瓣非常尖的另外一种品种的莲花。然后这有3朵不同的莲花哦，所以有点大小眼。火泽葵就是有点对别人大小眼，你遇到的人会很势利哦。那么在感情当中呢，这2个人离得这么远，所以有可能10月份的时候你会伤心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你可能会跟你的恋人分隔两地。另外一个恋人牌呢，在平常的牌意当中就有选择的意思在，所以有可能呢，你努力追求的对象最后选择了别人，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因为这2朵不同的花大小不一样，这3朵花它列在一起。那么在感情上呢，有少部分的人确实能够和另外一半相处得非常好，很有热情。可是这张牌主要的还是说，在价值观有歧义当中，有一些人会选择在10月份的时候分开，因为价值观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中间有一座山阻隔了你们的沟通。另外，因为这个牌呢，有一种飞翔到天空的感觉，有一方可能就真的是离开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感情上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而且从整个牌上来看呢，偏不利于你的会稍微多一点，崇山阻隔的一段恋情，并且有其他的选择处在你们两个中间。这个选择有可能是对方的家庭，另外一个是可能对方的母亲或者是长辈女性，真的不是很容易取悦，因为对方的态度，所以让你的恋情受阻，而对方决定放弃，也有这样子的可能。再来是你的金钱运气，你的金钱运呢，遇到了这个圣杯八，所以目前呢，金钱运呢，可能选择到这组的朋友，有花一大笔钱去买房子，有房贷，有车贷，有贷款或借款。你走在沙漠之中，一人寻找着水源，但是金钱就像是有一个黑洞一样，你必须不断的去填补它。虽然你失望的转身离开，去寻求一个新的希望，不过你还在一个过程当中，而且这个过程会很艰辛。这个火的能量太大，有点太热了，所以非常有一点点小部分的朋友可能会遭受到之前所说的这个山火的这个影响，就天气太燥热，影响了一些你家的，可能你所处环境、公司、企业，或者是你周遭住家环境的一个财务损失，所以你必须要填补进去，填补你的精力去弥补这个之前火能力太强而遭受到了可能有一些东西波及到的损失。那么此时呢，金钱运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虽然你主动转身去寻找，但目前是还没有找到。所以这组的朋友呢，秋季就是一个要多沉潜休息，找到适当的时机要为自己发声的一段时期。接下来你的灵性成长呢，又抽到了这个宝剑七。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呢，你心中有着正面跟阴影，而这只狐狸呢，正在窥视着你的内心。选到第四组的朋友，有可能你内心呢有点缺了一角哦，有可能是在宝剑三的过程，或在前面宝剑七的过程呢，你会觉得遭受到了背叛，你会觉得别人把你的真心偷掉了一块，或者是呢，在感情上真的就是遇到了有其他的对手，他占据了别人的心，他虎视眈眈的偷走了本来该属于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心灵成长这一块呢，因为之前你所受到的事情呢，而被影响的非常大。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才能够让你自己能够更照顾自己。我帮你抽了2张，就是照顾自己的卡片。哇，这张第一张跟你抽到的月相牌卡是完全雷同的。他说你要为自己发声。他说呢，如果你避免冲突来维持和平，你就会在你的内心开启了一场战争。这段话说得非常的好哦，所以你内心的正跟反在纠结，所以你的灵性成长它受到了一个波及，它没有办法往正面去发展。因为如果你不为自己讲话的话呢，是没有人会为你讲话的，而你就会遭受到你内心的挣扎，你会一直责怪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讲出来。这张是感觉，你内心在想什么呢？他说呢，疗愈是从感觉开始的，要更温柔的对待你自己，要更温驯的对待你的心灵。我觉得这2张的心灵成长卡片呢，选到这组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收起来哦。你一定要感觉到你自己心中的，不管是悲伤跟愤怒，你都要察觉到，并且对自己更好。因为当有人想要占你便宜的时候，你自己又不对自己好，那你就会受到更大的波及哦，因为你的相对剥夺感会非常非常的高。就算你知道不成功，一定要努力的为自己发声，要不然你心中的那口气是没有办法舒坦的。有时候人真的就是一口气。这张牌它告诉你的是，你不要去忍耐，
你可能想要当一个温驯的好好先生、好好小姐。那么火泽葵这张牌就是大家在意气之争了，这件事情在发生了。虽然你很想要得到一个和谐的家庭状况，但是目前呢，情况是有点不被允许的，所以你要照顾到自己的心情，去把你该讲的事情讲出来。既然呢要发动一场战争的话呢，那么大家就来好好的面对。尤其呢，宝剑五是你会经历这场战斗的。那么这边可以提出一个解方，就是由于水跟火的能量呢是水火不容的，沟通呢这张牌它是双子座的，所以你必须要很灵活多变，能够见缝插针，能够讲得绘声绘影，来达到一个沟通的目的。那么双子座的沟通方式是会非常的会察言观色，穿越过去，就像是风穿过墙的小细缝一样，轻浮的在水面上飘荡。所以你要采取一个比较崭新的策略去做一个沟通，千万不要用火象的沟通方式。火象的沟通方式就是直接直问，面对戳下去，千万不要试试看。如果你不是风象星座的，试试看呢，去观察风象星座朋友的沟通方式，用一个比较委婉但非常铿锵有力，坚守在自己的立场上的方式，但是又不会让人家觉得他一定要张牙舞爪的反扑回来的方式去试试看。那么或许贵人就会在11月份的时候出现因为他看到你不卑不亢的一个表现。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会遇到大约是什么样星座的人。你遇到了冥王星，它是转变。那么选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有可能是土象的，是处女、金牛跟摩羯。尤其是呢摩羯的感觉非常的强烈，可能是工作上的或者是你的长辈，非常的冷酷跟务实。冥王星又是天蝎座守护的所以有可能是天蝎座的人。再来是风象星座的人风象就是水瓶、天秤以及双子座，那这边也有双子座。再来有可能是巨蟹座，跟少部分的水象星座的朋友水象星座是双鱼、天蝎跟巨蟹。然后这张牌又是土星在双鱼座，我可以多补充一点，因为土星在双鱼座呢，它即将要顺行了，所以本来呢你可能会稍微花钱会比较不思考一点的都要开始稍微的节约一点，因为土星的力量又回到了这个双鱼座，所以你的不开心或者是情绪呢也会稍微的节制一点这会有助于你的心灵成长，因为你不会想的太多，你会开始往实际上去想，多想一点。你这个星座牌卡它抽到的是这个转变，所以呢目前是一个你要先毁掉这个整个情形再重建的一个情形所以你要说出来。可能家中某一些长辈比较不好相处，那很多人解决方法就先毁掉它，再慢慢的重建秩序。那么这张牌就是告诉你要运用这样子的力量，前面一段可能会真的冲击很大，会很难受，这转变的过程从来都不是好受的那么冥王星就是告诉你，尤其是冥王星现在又在摩羯座顺行了，所以呢如果对方是一个土象星座的女性长辈的话，情形会更加的艰难。那么我知道了，在前 B6 的情形就是在明年初土星就会转到了水瓶座，所以如果你用一个风象星座的一个概念去处理目前的一个态势的话，它会有助你比较快的进入明年的转换期。因为这个气焰比较嚣张的上司或长辈呢，或者你面对的人呢，他的气焰大概就最多就到年底，所以这段时间呢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心缺角就好了。再来我们来看你的爱情抽到的是什么。你抽到的是吸引力。他说呢，你要享受目前的状态，才可以吸引到更浪漫的感情。
那么这张牌在的都说明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你要先体察自己的感觉在哪里，你的感情在哪里，你的承受度到哪里。当你越来越了解自己，并且呢勇敢的为自己说出自己心中的感受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迷人，因为你会活在当下，你要享受这个当下。这个享受当下并不是说目前有多浪漫，你享受当下，它更可能指的是你享受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你也可以活得有滋有味。在这样子的丰足的心灵状态之下的人，不管环境配给你也是什么样的条件跟状态，你永远都是可以当一个吸引人的人。你的爱情呢，讲的是这件事情。你或许会执着于呢，你眼前所见的那个人选择了别人，或者是你的爱情的状态不是如你想象般的美好，甚至是要到异地分隔两地。但是他告诉你的是，你都要安于现状，你都要在现状当中找到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哦，让自己变得迷人，不管环境给你什么样的条件。那我们再多抽2张来看你的爱情状态。就掉出了2张，你抽到了小孩以及沉迷。这张牌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要照顾你的内在小孩，因为你现在呢，宝剑七是有2方的正跟反在搏斗当中，所以你要先安抚住你心中的内在小孩，你的浪漫生活就会跟着丰盛起来。再来，它第一个讲的是一个肥沃，就是孕育出新的生命。第二个呢，是你有可能会怀孕。第三个呢，是要照顾小孩。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很有可能已经有家庭了，所以才有我刚才讲的各种的家庭的肥皂剧发生哦。那么他也有可能呢，他请你呢把注意力专注在小孩上，或是专注于怀孕上面。有可能呢，小朋友出生之后呢，整个情形就会缓解了很多。虽然小孩不是一个筹码，但是呢，有一些以物质至上的长辈呢，的确就是把小孩看作筹码，所以你手上的筹码就会变大。另外一个呢，怀孕也可能是转移你注意力的一个方式哦，来度过这个时期。所以很有可能有些人遇到一个蛮横的上司哦，不过的解决方法就是回家待产、生小孩、孕育新生命，这都是非常不错的解决方式哦。就是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无所谓好坏哦，只是一个生命方式的选择而已哦。再来是沉迷、沉醉于某一项事物，他这边写说呢，疯狂的派对以及不是很健康的习惯。再来是周期短暂的一场露水姻缘。好，所以这边是露水姻缘。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果然就是你的爱情生活呢，虽然抽到了恋人牌哦，除了这个小孩，有可能你们2个之间多了一个小孩，这个第三者是一个小孩之外，很大部分的情况是有可能你或者是对方遇到了一场就是逢场作戏的姻缘哦，所以会让你心伤。再来也有可能这个是疯狂的派对，有可能9月、10月跟11月这个秋季有太多家族的活动，或者是公司的派对、朋友的派对在发生，又有中秋节，又有各种的假日在10月份、11月份又有感恩节，太多假日汇聚在一起，整个生活都变得很疯狂哦。再来有可能让你伤心的事情是，因为这个宝剑七出现了2张哦，有可能你家里的人呢，或者是你重视的某一个另外一半，或者是你亲密的朋友等等，有一些不健康的成瘾，比如说饮酒或者是赌博等等宝剑七也指向了这个方面。所以以这2张牌卡来看呢，目前各位的重心呢，还是在调解这场纷争当中，要先修复自己，与自己的内在小孩和平的相处。
目前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时期，所以一定要先好好的对待自己。以上就是今天的解说，谢谢第四组的聆听。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听的题目想要测的话，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就会把大家的意见汇集起来，然后做一个你们都喜欢的一个题目。那么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祝福你们了，希望你们能够挺过这一个战斗跟难关，祝福大家。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